何年直向仙坛上，早晚宜栽到范家。虽在人间人不识，与君名作紫阳花。早在1200年前的唐代，白居易的这首诗就把紫阳花与寺院联系在了一起。日本人最爱白居易，正是由于白居易在诗中将这种形似绣球的花称为紫阳花，这个美丽的名字才被日本人广泛接受并使用至今。虽说也有资料显示白居易所写的紫阳花是另一种花，名字在日本被张冠李戴了，但有典故加持也不失为一种美丽的误会。日本许多寺院神社都大量种植紫阳花，就京都范围内而言，最盛的必然要数宇治的三世护寺了。宇治位于京都府南端，乘电车从京都出发仅需要20分钟左右即可到达。这里有清澈的宇治川流过，两岸山峰秀丽，世界遗产平等院就坐落于宇治川畔。源氏物语中有10天描写的故事也发生在宇治。除了宇治茶之外，宇治还有2个美丽的寺院与中国有着很深的关系，一个是明朝高僧日本黄檗宗开祖隐元隆旗开山的万福寺，一个是留学南宋的日本曹洞宗开祖道元禅师开山的兴圣寺。关于这背后美丽又感人的故事，请看万福寺和兴圣寺2章。三世护寺位于宇治川畔的明星山山路，创建于公元770年，距今有1200多年的历史。由南都大安寺的僧人行表根据光仁天皇的敕愿开山。巧的是，2年后的公元772年，大诗人白居易出生。三世护寺最初叫御世护寺，后来因为陆续做过光仁天皇、花山法皇和白河法皇3地的离宫，所以改称三世护寺。光仁天皇开基之时，传说他的亲信在此地发现了一尊金碧辉煌的观音像，所以天皇才就地建立了殿堂供奉。之后创建了平安京的桓武天皇命人雕刻了2丈高的观音像，并将光仁天皇获得的那尊1尺2寸的观音像放入乞胎内，这就是三世护寺的本尊，千手观世音菩萨像。菩萨是人开悟成佛之前的一个状态，观音菩萨叫观世音菩萨，观世音的意思是能观察体会到世间所有的痛苦。千手观世音菩萨就是用1000只手和眼去拯救25界中所有正在经历各种痛苦的生命。所以自古以来，观音菩萨就以大慈大悲的特点广受世人的信仰。在晋冀地区的梁府5县中，有33所札所寺院和3所番外寺院，组成了西国33所观音灵场，是日本历史最悠久的巡礼参拜路线。根据关于西国33所巡礼最古老的史料《四门高僧记》的记载，11世纪末三世护寺是西国33所中的第33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朝圣地，可见其重要性。在那时，三世护寺是在山顶和山下都有唐塔等伽蓝的大寺。今天，山顶的伽蓝已经不复存在了。西国33所的番号从第33番变成了第10番。进入三世护寺的山门后不久，右手边的山坡下就是紫阳花园。1.5万平米的花园中种植着50多种共2万多株紫阳花。每年初夏的6月下旬，花开时节名动京城。三世护寺种植紫阳花是在1989年，主要选种的是淡雅的蓝色、粉色和浅紫色。初夏时节天气比较热，到中午太阳大的时候，紫阳花会低头，所以上午是最佳观赏时间。要维护这么大的花园，需要7、8个人，不仅要拔除野草，还要防止野鹿晚上来偷吃花芽。虽然花期比较短暂，但1年1次盛大的花见会让人忘记所有的辛苦和烦恼。请珍惜难得的一期一会吧。如果你以为三世护寺只有紫阳花，可就大错特错了。比紫阳花开得更早、更令人震撼的是杜鹃花。
杜鹃花作为日本庭园中最常见的植物，一般被修剪成圆形，日语中称一榆。像三世户寺这样在整个山壁上种满2万多株杜鹃花的，在日本可能是绝无仅有的独一家。杜鹃花的花期在春末的4月底5月初，由于花朵十分密集，满开之时就像数米高的花墙一般，使人完全沉浸在花的世界中。草木国土，须皆成佛，那一刻更能感受到生命的神奇，万物的平等。巨大的紫阳花和杜鹃花花园其实只是庭园与乐园的一部分，再往深处走是一个传统的池泉回游式庭园，它是1987年由昭和时代的著名造庭家中根金做历时2年时间建造的，名字与乐来源于观世音菩萨除苦与乐的慈悲心怀。园中种植了梅花、枫树、樱花、杜鹃、春、松、麻醉木等丰富的植物，一年中随着季节的变换展现出不同的景色。园中的4阿从外面看与景色融为一体，古香古色，而步入其中向外看，又能看到如画一般的美景。妙哉！寺院最深处是伽蓝区，最大的建筑是本堂，重建于1814年，是多层入母屋造建筑。堂内安放着本尊千手观音菩萨像，密佛几乎不开帐，甚至连照片都没有流出。每月1日宝物殿公开，可以一睹平安时代末期雕刻的木造阿弥陀如来及胁侍3尊像。另外还有一尊释迦如来立像，是模仿三国传来的释迦的清凉寺中的清凉寺式释迦像的最早版本。另外阿弥陀3尊像中的胁侍是指菩萨坐像和观世音菩萨坐像都是双膝并拢跪坐的姿势，十分罕见，从一角露出的脚底非常可爱。每年1月的周6、周日和节日特别开放时会举行观音菩萨脚底参拜会。夏季本堂前的200多盆莲花映日盛开，纯洁无瑕的莲花托着佛堂的景色如净土般令人动容。秋天金黄的银杏树和红叶衬出3重塔的古典优雅。初春，山坡上的枝垂梅梅园是仅次于城南宫和北野天满宫的京都第3美。三世户寺地址：京都府宇治市兔道滋贺谷21。交通：乘京阪电车到三世户站下车后步行15分钟，乘 JR 到宇治下车后乘出租车约10分钟。附近景点：万福寺、兴圣寺等。